1969年的513事件是马来西亚人心照不宣，没有办法在公开场合谈的课题。但是你们知道吗？在1997年由 Petronas 每逢佳节推出的电视广告，却有一位导演曾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描述了这个不能说的禁忌。这位导演为什么有这个勇气？他的作品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呢？他就是我们荧光笔第一集想要和大家介绍的人物，导演 Yasmin Ahmad。 本节目由 My Starfish Foundation 义气相挺。Do you have a boyfriend? Who's your boyfriend? 我想那是很多30岁以上的大马人的共同记忆。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只要一到农历新年、开斋节、屠妖节、国庆日等佳节，仿佛像个仪式般的，很多人都会对电视播出的广告时段怀抱着一些期待。今年的 Petronas 广告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惊喜呢？那时候微电影这个名词甚至还没被启用，而这些广告短片并没有直接强调品牌的特色，却透过简单但是触动的叙事，在不经意间走进不少人的脑海中，像是一种温柔的呼唤。除了是提醒观众们佳节的精神，也试图传达制作团队对这一片土地上人事物的观点和情感，成功引起许多马来西亚人的共鸣。这些广告大多数都是出自 Yasmin 导演带领的广告团队。那时候他是 Leo Burnett Kuala Lumpur 的执行创意总监。在1996年拍摄的国庆日广告，他把焦点放在3大族群中最受忽略的印度族群印裔小男孩的身上，从他的角度来述说当年大马的独立，回溯着每一个民族对这片土地的共同期待。1997年是特别的年份，那一年农历新年和开斋节差不多落在同一个时期，所以导演和团队呢就特别推出了一则恭喜 Raya 的双节庆广告。广告里没有喧哗的新年气氛，反而引领我们回到了1969年513事件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后的那一年。说着小女孩丽燕看着妈妈紧张地准备行李，带着自己逃难。她无奈地和马来邻居好友道别，但是最后好友家人决定收留2母女的故事。他一方面肯定族群互动的温暖，而另一方面也在片尾感叹着，今年2个世界走得更近了，但对有些人来说，这2个世界永远不会走在一起。短短的几分钟就已经万语千言，带给我们许多触动和难以言说的后劲。这就是那些年 Petronas 佳节广告的特色。曾经坐在电视机前观赏过这一些影片的朋友们，相信你们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Petronas 广告吧？是哪一个呢？请留言让我们知道。当年马来西亚看电视的观众，他们会因为自己的不同的语言而看不一样的节目。然而这一些广告就这样不分种族的建构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现在回想起来，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ace tapi Rizka. Race, I forget what's the race. Race is Rizka lah. Race. 2002年 Yasmin 导演开始投入独立电影制作，他总共拍出了6部剧情长片。他的电影善于描绘马来西亚社会表层下的暗潮汹涌，这种举重若轻、跨越种族鸿沟的胸襟，最后不单只获得了多数观众的共鸣，也陆陆续续为他夺得国内外影展的不少奖项。然而，当固有的观念和体制被他的作品撼动的时候，对一些人来说，自然是不安的。今天的影片，我们就以他著名的 Orchid 3部曲中的 Sabat 和 Gubra 为例，重温当年这些电影中跨族群文化的内容是如何打破了大马观众的固有观影习惯，成功吸引了不同种族的人走进电影院看同一部本地电影。在我们的眼中，这些看起来明明就是很马来西亚的电影，
却非常吊诡的，当 Sepet 和 Gubra 分别荣获第18届和第19届大马电影节最佳电影奖之后，却引起了主流马来报章的一阵挞伐，被质疑他的马来性和得奖的合理性。来看看 Sepet 的开场，其实一开始说的是华裔男主角 Jason 朗诵着一位印度诗人的作品给妈妈听。你睇到相啦，印度嚟嘅，呢個係人哋翻譯嘅啫。下一場戲，我們則看到馬來女主角 Orchid 祈禱之後，打開滿是金城武海報的衣櫥，隨即耳邊響起的是香港藝人許冠傑的廣東歌曲《世事預期》。這是他們的愛情故事，卻又不是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故事背後的複雜、多元、敏感的社會背景，豐富了整部片子。如果沒有細看，或者是對馬來西亞不夠了解，你可能不會發現 Yasmin 導演在片子裡面的每一個角落都細心地埋下了一些訊息，讓觀眾去解讀。其中 Orchid 的媽媽和傭人 Yam 不經意地唱起《上海灘》的主題曲，這顯示早年的時候，馬來西亞被香港電影影響的其實不只有華人，還有其他種族。Orchid 離開家鄉到了英國之前，一家人在樓梯間替對方梳頭髮，以表達家人的不捨。然而梳頭其實被現今的部分馬來人譽為是懶惰的傳統的惡習，這部分有機會我們再跟大家細說。Orchid 的媽媽跟傭人提起 Jason 在 SPM 考試中獲得不錯的成績，但是卻只能賣盜版光碟。Orchid 明明考得比 Jason 差，卻有獎學金到英國深造等等。這充分地呈現了當下馬來西亞社會的生活和面對的課題，縱使這些課題到現在依然持續着。你們知道嗎？ Sepet 其實準備到院線上映的時候，卻被大馬電檢局勒令刪減部分的劇情，理由是劇情涉及敏感議題。除了國家機器的宰制，同時還要面對馬來主流報章的撻伐，不但被視為格局狹隘， Yasmin 導演甚至還被批評是為了討好華人而拍攝這些電影。而被視為 Sepet 續集的 Gubra， 一方面呢是描述成年後的 Orchid 他所面對的婚姻難題，同時一方面也處理位於馬來西亞社會底層的性工作者他們所面對的生命難題和歧視的情況。當影片快結束的時候，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在穆斯林清晨晨禮的祈禱聲中， Jason 的父母正在燒香祭拜着祖先，感謝着祖先最後讓他們化解多年來的夫妻恩怨。Jason 的哥哥則在教堂裡面祈禱，希望可以借着神的力量讓他走出婚姻失敗的陰霾。穆斯林宗教師的妻子正在教導不幸染上艾滋病的性工作者媽媽念他們從未念過的經文，尋求神的慰藉與原諒。雖然 Yasmin 導演總是持續以幽默溫柔的方式去處理這一些沉重的課題，但是影片在推出之後，還是有一些人會批評這一部電影褻瀆宗教。儘管在另一群人的眼中，宗教師和太太超越階級與狹隘視野的關愛是那麼的溫暖。在 Yasmin 導演的電影裡面，我們可以看到此刻活在馬來西亞裡的我們，而這個我們不再區分你我，我們都一樣需要愛，也有生命的焦慮與困惑。我們分享着同樣多元種族融合下的美味佳肴、逗趣語言，當然還有體制帶來的隔閡和矛盾。希望大家認清不同膚色的族群都是人，是他人道主義的理想和追求。在他的作品中穿插不如理想中美好的事實，是他的誠實和勇敢。2009年7月23號 Yasmin Ahmad 導演因為中風昏迷被緊急送院，最後在25號晚上逝世，終年51歲。他的驟然離開讓全國和海外喜歡他和他的作品的觀眾都非常的難過和遺憾。Yasmin 導演生前的作品雖然引起了許多的爭議，然而在他離開之後，網絡上對他的思念是大過於詆毀的。他的作品究竟感動了多少人，我們無法估計。但欣慰的是，在他離開之後，有許多喜愛他的人都不約而同的在城市裡的每個角落抒發對他的思念。
就像是一位画家在吉隆坡中央艺术坊巴萨森利附近的一面墙上留下他最灿烂真挚的笑容。下方的留言写着：我们马来西亚的孩子会很想念你。以上就是荧光笔工作室的第1集全部内容，有的是我的玛雅小科普人物系列 Yasmin Ahmad。其实我们在筹备整个过程当中，在选题啊，在写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蛮多的困难，一直在调整。从一开始的第1集也不是Yasmin Ahmad，但是录到来这里的时候，我发现选他作为我们的第1集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因为在重温他的这一些广告内容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一些电影也好，可能是我们这一辈人的共同记忆的同时，他也 recall 了我们马来西亚人应该要有的一个精神，而刚好荧光笔工作室的 slogan， 也就是我们的精神价值的其中一条，就是 Kita Lain Kita Sama。我觉得可以在他的作品当中也经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传达。我们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在某一些地方又很一样的。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彼此的相处过程当中，或者是互相认识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互相去了解、互相去认识、互相去彼此的交流，突破我们之间的一些隔阂呢？那我想，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本分那边去做起。我们可能未必可以一步到位，但是我们会尽量向 Yasmin Ahmad 学习。我们的频道接下来会做跟马来西亚的历史啊、文化啊、社会啊、人物啊相关的这些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大力帮我们分享出去，并且点赞、留言、分享，因为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给更多人看到，当然也包括了 FB 还有其他的社交网站。那如果你有喜欢或者想要看的主题，希望我们去做的，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会收集起来，之后我们再安排时间去制作。我是英英，下一支影片再见。